本周新闻提要：俄罗斯派出反坦克机器人上场，称其可以用来对抗豹2坦克。乌防长表示，俄罗斯30万大军正在酝酿大规模进攻。美国提议以$1价格出售乌克兰 MQ9 无人机。法国防长在近日表态称，为乌提供战机并没有什么禁忌。下面带兵带你一一了解。老规矩，咱们先看一下这一周的俄乌进展。先说一下战场态势。据乌军总参谋部最新消息，在过去的一天，俄军发动了5次导弹袭击，其中2次是针对顿涅茨克州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基础设施。乌军袭击了俄军的1个控制点和7个临时营地。根据马里乌波尔市议会称，被占领的顿涅茨克州东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俄军临时军事基地发生了爆炸。梅利托波尔市市长伊万费多罗夫报告称，该市附近的俄军基地和梅利托波尔以北30公里被占领的油库发生了爆炸。在顿涅茨克州巴赫穆特方向，乌军击退了俄军在巴赫穆特等7个定居点附近的袭击，该地区的战斗依旧非常激烈，但巴赫穆特依然挺立。卡拉斯纳霍拉北部的激战仍在继续，俄军正试图突破乌军的防御，战斗持续了1天1夜，不少士兵的枪管都烧红了。目前对于俄罗斯来说，最重要的是拒止北约的大规模军援形成战力，加快打造自己的战略优势，尽可能削弱乌军的有生力量。不过考虑到各国还可以通过雇佣兵形式参战的情况下，俄军想要达成这一目标基本是不可能的。在总体战线方面，本周没有太大变化。不过根据最新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表示，俄罗斯最早会在今年2月24号开始新一轮的大规模进攻。俄罗斯选择这个时间点，一方面是为了庆祝2月23号的祖国保卫日，另一方面呢，这个时间点也是战争爆发1周年的时候。除此之外，乌克兰国防部长还表示，去年9月份俄罗斯进行的部分动员，预计会征召30万的兵力，但统计数字表明，俄军的实际兵力远超过了这一数字，可能会达到50万人。大兵认为，乌防长透露的这个数字还是非常准确的。在去年2月24号俄军发动进攻的时候，总共动员了15万左右的正规军，这占到了俄罗斯陆军野战合同兵数量的80%。加上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地区的民兵以及车臣武装分子，俄军动用的总兵力在20万上下。随着战事不顺，俄军开始逐渐投入战略预备队，再加上瓦格纳集团的雇佣兵，前线俄军总兵力在30万左右。后来随着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攻防战役的结束，大部分俄军转入了战略休整状态。迄今为止，大概有18万人左右可以投入到2023年的进攻之中，再加上瓦格纳以及新动员的30万部队，俄军可以投入的地面兵力总共正好50万左右。不过对于这次俄军在2月24号进攻的可能性，大兵认为还是很小的。毕竟呢，在乌防长早有预言的情况下，当天乌克兰的防守军队必然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俄罗斯如果想要强行进攻乌克兰军队经营多年的顿巴斯筑垒地域的话，必然会损失非常巨大。就算真的要发起大规模进攻，至少也要挑选一个弹药补给以及人员装备形成战斗力之后的时间，而且还要天气合适才行。而随着近段时间以来援乌坦克联盟的成立，俄罗斯也给出了自家的解决方案。不久前，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前总裁德米特里·罗戈金就表示，在非对称作战方面，俄军可以使用新型战斗机器人对付西方坦克。罗戈金所说到的这款战斗机器人名为马克，是一种履带式小型无人战斗车辆。该机器人战斗权重3吨，较之前在俄乌战场和叙利亚战场上投入实战的天王星9要更为轻巧。马克战斗机器人装备有可视区和红外区的目标影像电子目录，能依托体积小的优势，在有利地形的掩护下隐蔽自动侦察并识别15公里范围内的敌方武器装备。俄军也会在该机器人上战场之前为其准备好豹2和 M1 坦克的数据，在发现之后即可自身武器载荷或引导其他战斗机器人对主战坦克发起打击。同时，罗戈金还表示，马克战斗机器人还具备人工智能和自主学习能力。俄罗斯负责机器人研发项目的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教会了马克机器人使用机枪射击，甚至马克机器人还能自主区分平民和军事人员，
并且能自主评估威胁较高的目标进行优先打击，这将能显著降低战场上的附带伤害。对于老罗的说法，大兵的第一反应那就是不信。往常连个夜视仪都搞不明白的俄军，怎么打了1年乌克兰就突然科技树爆发了？尤其是军用机器人涉及到大量的电子技术，而后者恰好是俄罗斯的传统短板，这不能用 AI 技术的大幅进步来弥补的。根据公开报道俄罗斯在军用无人机和军用机器人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并强调使用了更多的 AI 技术。但俄罗斯国防部也承认，在叙利亚接受实战检验的军用机器人暴露出诸多缺陷，包括机械故障和频繁失联等问题。俄罗斯相关部门随即根据这些教训做出了相关改进，不过截止目前尚未有任何关于俄罗斯军用机器人在实战中取得战绩的确切报道。显然，这叫做马克的战斗机器人是个半成品。根据罗格金的说法，马克机器人将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战场上接受战火洗礼，说白了就是先研发几个送上战场试试，到底行不行，打完自然会见分晓。说完战场，我们再来看一下援助方面。继多个国家承诺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后，乌克兰还希望这些国家提供美制 F-16等更先进的武器装备。法国防长勒科尔尼1月31号称，法方在向乌克兰提供战机问题上是没有什么禁忌的。而就在勒科尔尼发表此番言论的前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荷兰海牙会晤荷兰首相吕特后告诉媒体记者称，关于法国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战机一事，原则上任何情况都不排除。而英德两国对乌克兰提供战机目前则持谨慎态度。而另一方面的美国最近在援乌方面也有了新的动向。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月31号报道，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向乌政府提议以1美元的价格向后者出售2架 MQ-9 死神无人机，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进攻。该交易包括为乌克兰建造一个地面控制站，从而更加便捷地操控无人机。通用公司发言人认为，乌克兰如今很需要像 MQ-9 这样的装备，此类无人机可以在中海拔高度长距离飞行，是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需要增强的军力之一。此前，美国也为乌克兰提供了一些小型攻击和侦察无人机，但没有像通用原子公司的无人机那样具有先进技术和远程能力。通用原子公司执行长林登布鲁发表声明说，公司准备以象征性的1美元价格提供2架本身的训练飞机，以及提供一个地面控制站以及其他硬件，并且还会免费培训美国或乌克兰的操作员。这个建议并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有了这款无人机，可以为乌军获得赢得这场战争所需的信息优势。不过，对于该提议报道称，这类武器交易涉及技术转让，必须经过拜登政府的批准。至于最后政府将如何决定，目前还不得而知。那么说完了军援方面，我们再将目光转向装备这一块。美国海军计划在2025年12月在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上进行一次高超音速导弹试射。此前，美国海军已经确定将朱姆沃尔特号舰首的一门155毫米舰炮拆除，换装4座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同款的发射管。该型发射管能够容纳3枚 CPS 导弹，其中这个 CPS 是美国海军计划装备的一型高超音速导弹。该型导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能够从水面舰艇和潜艇上发射以5马赫以上的速度进行精确打击。此次安装的发射管也就意味着每艘改造之后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都能够用12枚的 CPS 高超音速导弹。目前阶段，美国海军正在研究将水下武器控制系统与战术支援中心控制系统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发射导弹所需的数据和信息传输，并首先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在实验室进行验证，而后再到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上进行验证。其中第2个步骤包括港口和航行2种验证方式。该项目负责人表示，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上进行的工作将为下一步在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装备和使用高超音速武器奠定基础。目前，美国海军已经向英格尔斯造船厂下达了一份价值1050万美元的合同，用于进行改造 DDG-1000 和 DDG-1001。
2艘大型驱逐舰的先期研究。在计划中呢，这2艘驱逐舰将分别在2025和2028年具备发射高超音速导弹的能力，而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也会在2者成功之后展开装备。看得出来啊，美军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展十分重视。美国海军的一名将官曾向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表示，高超音速导弹是一款具有战略性的武器，虽然不是核武器，但是它可以为敌方的高价值目标带来相当的威胁，因此最好能让不同的平台都来做到这一点。除了实验高超5之外呢，美国还打算重拾地效飞行器项目。根据《环球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在2月1号启动了超级地效飞行器项目。该项目可不依托港口和跑道，满足美军在太平洋地区任何地点的战略空运要求。根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在当天也表示，根据 DARPA 的要求，该项目被命名为自由运输者，是一款经济实惠、创新且具有颠覆性的水上飞机，它能够携带至少100吨货物。关于地效飞行器不太了解的朋友，可以翻看大兵往日的视频，在这里咱们不过多介绍。目前，由于通用公司和极光飞行科学公司牵头组建的2个研发团队，已经各自提出了相关设想。其中，通用公司的方案呢，采用了双机身布局，以12台涡轴发动机为动力。极光飞行科学公司则是采用了传统的水上飞机布局，以8台涡桨发动机为动力。它们都属于大型地效飞行器了，在贴近地面或水面飞行时能获得额外升力，同时具备飞机的高速性能和舰艇的大量运输特性。它的飞行速度远超过传统船舶，而且贴近水面的低空飞行特性让它获得更好的生存能力。相比普通运输船舶，更不容易遭到反舰导弹攻击。相比传统运输机，又能灵活地在缺乏相关设施保障的偏远地区使用。按照 DARPA 的设想，自由运输者能在4级海况下起降，在5级海况下持续进行水上作业，以及在地效高度长时间贴海飞行，在约3000米高度呢，仍可有效地影响。这一点是当前任何地效飞行器都难以做到的。再考虑到此前波音的鹈鹕地效飞行器，大兵认为该项目目前最应该考虑的应该是成本控制和飞行控制问题。毕竟此前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研发的相关装备，最后往往都是卡在这上面。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本期新闻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